他总是藏在女人的床底下，然后趁半夜偷偷钻出，扭开盖子，将迷药放在女人的嘴上，等待微醺之后，男人就可以做他想做的事。他不光用女人的牙刷刷牙，摆回去的位置也分毫不差，更会在洗澡之后一边吹着口哨，一边清理自己的毛发，再将自己完全清洗干净之后，他就会钻进女神的被窝，将女神揽入怀里，最后再进入美梦之中。等到闹钟响起，他就穿起了衣服，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，但是却又轻车熟路。随着天亮之后，女人醒来，感觉身体被掏空，这一觉睡得十分乏累。在洗漱之后，她认真地摆好牙刷，然后打开冰箱准备早餐。只是她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最近的牛奶少了好多。每次出门之前，她都会将挂满男士内裤的架子挪到门口，在换鞋离开时，她特意摆正了那双男士皮鞋。在无意间，她发现密码锁的盖子是掀开的，自己明明有关门锁盖的习惯，更何况按钮上还满是指纹。擦了擦，为了保险起见，她又换了一组新的密码。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，女人照常和保安小哥打了招呼，可是刚要上楼，那小哥就喊住了女人。601호 맞으시죠? 네. 이거 누가 맡겨놓고 갔니? 签名之后，女人拿走了自己的包裹，走到自家门前，才发现白天妈妈来过，因为自己换了密码，所以才将包裹放在了楼下。她又看到密码锁盖又被打开，瞬间感到一丝诡异。好在一通电话之后，她才知道是母亲没有关严。女人打开加湿器，庆幸这又是一个美好的夜晚。可是刚要关灯，房门处就传来了动静。她假意关闭灯光，下床朝着门口走去。当门把手缓缓转动的瞬间，她惊恐地捂住了自己的嘴，生怕发出一点声音。女人壮起胆子走到门口，可透过猫眼却看不到任何一个人。她小心翼翼地打开门锁，但走廊里也是空空如也。她刚要返回房间，就在地上发现了一个烟头。女人神经紧张，1个月要报警2次，烦扰不堪的警察态度也好不到哪去。况且什么都没发生，根本就无法立案，只能不了了之。她依旧盯着门锁，许久都没能睡去。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个男人晚上竟然再次出现在家里。他轻轻地抚摸着女人的额头，温柔的动作难掩爱慕之色。女人今天又睡过了头，精神也变得更差。但是她没有多想，只是跌跌撞撞地走进了卫生间。女人早上想要查看监控，保安小哥也是满口答应，但眼看上班就要迟到了，她只能约定好改日再看。下班的第一时间，她就去看了房子，但是房租太高，女人也无法承受。她当初就是看中了公寓的安全，所以才租下了现在的房子。为了换一个房子，女人在工作的时候不再懦弱，面对上来挖墙脚的大姐，她也不再忍受。 119번 고객님, 이쪽으로 오시면 됩니다. 那男人坐到了她的面前，两个人也开始办理业务。女人见他拿着银行的宣传单，便想着推销一些产品。她习惯性的问了男人的婚姻和工作状况，言语中的关心也只是想他买保险。但男人微微上扬的嘴角，显然是误会了什么。 댁은 어디세요? 봉천동이요. 저도 같은 동네 사는데 이웃 주민이네요. 男人开始尴尬的搭讪，她却开始询问起了男人的存款。当得知他没有存款之后，女人便推上了自己的名片。业务办理完成之后，男人竟然邀请她去喝杯咖啡。女人的态度突然转变，竟然直接点燃男人的怒火。在他眼里，女人是个十足的势利眼。刚才明明还在对自己抛着媚眼，剧烈的争吵引来了他人的围观。女人一时也是百口莫辩。见争吵引来了银行的科长，男人更加愤怒。眼看男人态度强硬，科长只好叫来了保安，温柔的请男人离开。女人晚上回家，保安小哥因为昨天警察的到来挨骂，他心里略有愧意，然后便赶忙走进了电梯，按下楼层按键，准备逃离这份尴尬。男人冲进电梯，非常冷静，在女人身后没有任何动作。但让女人害怕的是，男人并没有按下任何一个楼层，直到看到男人走了出去，女人才算放下了心。见到男人掏口袋的动作，也证明他真的是自己的邻居。他似乎是养成了某种习惯，睡觉前都要盯着门锁半小时。但是那个家伙早在他回来之前就躲在了床底下。虽说他每天都在重复相同的事情，可这种掌控一切的感觉却让他十分享受。因为即将转正的原因，女人独自在银行加班。突然一个电话打来，上面竟然没有显示号码，她直接挂掉了电话。晚归的女人走到路边，看见公交站的流浪汉在撒着酒疯，她整个人都有些害怕。可那个电话又再次打来，她也没有任何犹豫的直接挂断。女人转过身，发现正是昨天的那个家伙。她一脸傻笑的说着话，女人却准备转身上车。잠깐만. 한참 기다렸는데. 뭐 버스도 끊길 시간이고 동네도 같은데 그냥 저랑 같이 택시 타고 가요.
女人坚持要坐公车，可那家伙却不肯放手。最后一班公车离开之后，男人的脸色也彻底阴沉。好在一辆宝马及时停下，是恰巧赶来的银行科长。 뭔가 오해하시나 본데. 科长什么话也没有说，但却早已对女人芳心暗许。在一番警告之后，女人便坐上了科长的车。她被科长送到了楼下，便自己回家。可是刚刚进门，她就发现家里停了电。正在迷茫之中，房门却传来了声响。女人吓了一跳，看向门锁的眼神里满是惊恐。 김민 씨, 저 김성훈인데요. 차에 지갑을 두고 갔더라고요. 女人缓缓靠近猫眼，这才发现是科长拿着自己的钱包。打开房门，女人赶忙道歉。科长发现了家里没了电，便主动请示帮女人看一看。科长拿着手机寻找，发现是电闸跳掉了，轻轻一推，房间里就恢复了供电。只不过当他看到晾晒的男士内裤时，一脸的尴尬，不必言说。好在女人说了实话，科长这才在心里暗喜起来。他想要借卫生间洗手，可女人却要先收拾一下私人物品。但是整理的过程中，他却发现自己家的马桶圈竟然被掀了起来。他的心里已经察觉到了不对劲，但还是给科长让出了位置。直到科长洗手的时候，他才想起了关键问题。 근데 과장님 어떻게 아셨어요? 저는 말씀드린 적이 없는 것 같아요. 뭐가요? 저희 집 호수요. 601번. 科长刚准备解释，女人就逃离了房间。看她那不屑一顾的眼神，显然是没有把女人的反应当回事。女人在楼下等待了很久，警察这才姗姗来迟。为了避免之后的报警，这次警长也跟了过来。女人觉得科长就是那个跟踪狂，但内心又不是十分确定，甚至连开锁密码她都直接告诉了警察。科长死在了家里，女人成为了第一嫌疑人。虽说她哭得梨花带雨，可警长却依旧严厉。在警察眼里，是女人故意的遗落了钱包，然后伙同家里的男人一起杀害了科长。在此时此刻，家里的男士内衣和皮鞋就成了证据。好在警长接到了上司的电话，女人这才得以喘息。但是警察搜遍了女人的家里，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。24个小时过后，女人就被放了出来。但是来到公司的时候，所有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她。总经理更是把她叫到了办公室里面，驳回了她的转正申请。女人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，所以没有任何争辩就离开了这里。再次回到公寓，她想起了上次查看监控的事情，可是却只能看到电梯里的监控，楼道里的监控都是假的。 저 구체적으로 어떤 게 필요하신지. 그날 누가 저희 집 문을 막 두드리고 갔는데 누군지 좀 알려고요. 保安说总是有人喝醉，找不到自己家的房门，这种事情对他们来说已经是见怪不怪了。但女人停留在自家门前，许久都没有进入，她实在是害怕的不行，便邀请保安小哥来帮忙开门。小哥仔细的查看了一圈，确定没有危险，女人这才放心。只是小哥走后，她收拾房间，却发现了一张不属于自己的门卡。好奇心驱动之下，她来到了最高的楼层，然后挨家挨户开始实验卡片。几个小时很快过去，她却始终都没有找到卡片的主人。多次往返之下，她也累得要死。她走进了那个房间，杂乱之中似乎也能看出主人是个女性，只不过桌上浮灰一层，马桶也恶臭不堪。但是让人疑惑的是，这房间里还有昨天的信件。更加巧合的是，这房主竟然还是自己银行的客户。为了解除疑惑，女人找到了在银行上班的闺蜜，她利用职权调查，发现那个女孩昨天还有刷卡记录，每天都是3200元，每天都是同一时间。女人尝试联系那个邻居，可是却根本就无人接听。她现在不敢再麻烦警察，就只能来到杂货店蹲守。两个人排查了所有3200的东西，然后就在窗口等待。售货员结算的声音传来，正好是3200元。那女孩戴着口罩，购买时间也完全符合。两个人一路追踪，跟着来到了一处待拆区，转过街角却发现那女孩消失不见。两个人只能分开行动。女人搜寻了很久，看到了一只野猫，那3200块的蔬菜粥已经被猫吃了个精光。她鼓起勇气敲打房门，可是却没有任何回应。看到了和自己家同样的门锁，一个想法也在心中升腾。女人尝试了很多简单密码，可是都没能打开房门。但是在要离开的瞬间，她仿佛又想到了什么，既然是同样的门锁，那么会不会是同样的密码？女人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，探着身子向里面望去。房间内杂乱不堪，各处都堆满了杂物。电话成功打通，可闺蜜此时却没有接听。她看到了里面的卧室，里面传来了阵阵呻吟。当女人推门而入的瞬间，发现让她惊悚的一幕：看见床上被捆着瘦弱女孩，却让她止不住地捂紧了嘴巴。
女孩体型瘦弱，正在被注射不明液体。她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报警电话。透过模糊的窗户，她看到了一个男人，刚要转身逃走，门口就响起了密码的声音。当男人回到房间之后，他已经藏在了床底。女人恐惧地看着他走来走去，听着他对着病床上的女孩柔声细语，可是手机却突然掉落。近在咫尺的恐惧让女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但好在那家伙只是伸手探索，并没看向床底。他抽出药剂准备结束掉女孩的生命，果然在注射之后，女孩就开始了猛烈的颤抖。在解决了累赘之后，男人就走出了卧室。听闻大门关闭的声音之后，他这才爬了出来。床上的女孩口吐白沫，可他却根本顾不得女孩的死活。刚要逃离，那男人就走了回来。女人躲在门后，看着男人掀开了被单，女孩的双腿已经被锯断，看来是对她逃跑的惩罚。窗外响起了警铃声，男人也赶忙到窗口查看。女人眼见机会难得，便赶忙悄悄逃离。好在她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但是内心的恐惧还是让她紧闭双眼。她看向了房子大门，然后便再次趴在了地上。透过桌子的缝隙，她看到男人正在给女孩分尸。极致的恐惧再次爬上了心头，因为那家伙竟然停了下来。她恐惧的颤抖，不敢发出任何声响。好在那男人只是抓起了橘猫，把它扔到了外面。女人完美躲避，这才没有被男人发现。等到男人再次开始分尸，她才悄悄地来到了门口。 핸드폰 떨어뜨리셨네요. 저다 대가 받을까요? 女人惊慌地破门而出，男人没有追出来，只是远远地看着她。可是，在拐过几个街角之后，男人竟然奇怪地出现在女人的对面。女人的呼喊传得很远，可是荒废的街区根本就没人听见。恐惧再次冲上心头，女人拔腿就跑。她躲在了一间店铺里面，男人也追到了这里，直到脚步声远去，她才松了一口气。女人探出身子准备逃离这里，周遭安静的有些诡异，但好在一切都已经结束。女人满眼惊恐，男人则死死地盯着她。突然传来了一声怒吼，男人就被撞倒在地。原来是闺蜜听见了呼喊，便直接冲了过来。可她根本就不是男人的对手，女人也因为恐惧被吓得愣在了那里。她知道眼前的男人做过什么，自己将会变成下一个目标。好在巡逻车恰巧经过，女人和闺蜜这才躲过一劫。警察搜索了那间房子，可是什么都没发现。当得知女人甚至连对方的脸都没看清时，警察还以为是狼来了的故事。可随着搜索范围逐渐扩大，警方还是找到了断肢。但更恐怖的是，女士的手上还拿着女孩的名片，因为那张名片，之前的那个男人进入了警方的视野，他依旧是那副死样子，对警察也保持着自己的高傲。警察直接摆出了证据，是那男人跟踪的视频。可他想要报复，却根本就没有机会。警方没有确凿的证据，只有女人对手表的指控。在交锋了一阵之后，就只能等待指纹的对比结果。女孩搬了新家，将钥匙还给了保安小哥。那个男人因为证据不足走出了警局，两只眼睛里全都是愤怒。女人还以为真凶已经落入了法网，但还是安排上了防盗窗。那男人找到了公寓小哥，想要询问女人搬去了哪里，但好在小哥很有原则，并没有告诉男人任何消息。女人刚刚装好门锁，外面就传来了敲门声。不管她怎么询问，门外都没有任何回应。一股莫名的恐惧再次升起，一时间女人紧张得无所适从。透过窗户看去，快递小哥正巧离去。女人拆开箱子，在里面找到了之前逃跑时丢掉的手机，一张张照片被发了过来，全是自己睡觉的样子。她赶忙接起了闺蜜的电话，可是却缓过来一个黑影。女人看着那家伙躲进了卫生间，然后又看着闺蜜走进了门。可不管如何呼喊，闺蜜都听不到任何声音。解开了层层门锁，女人一阵奔逃。她好不容易来到楼下，却被门禁拦在了那里。再看手机上的画面，闺蜜马上就要遭遇伤害。好在有人出门，她这才能进入公寓。但是自己没有钥匙，就只能在房间门口焦急。此时那个家伙已经拿出了锯子，一切都已经迫在眉睫。她大声的呼喊寻求帮助，可是却根本没用。情急之下，她只能拿起灭火器，对着门锁一通猛砸。男人对着她一通猛揍，然后拉着女人说要去喝咖啡。邻居听到声响走了出来，可男人根本不怕，他想要再次动手，就被人直接扑倒。
在警察的帮助之下，女人终于是砸开了门锁，但房间里没有别人，只有被截断了右腿的闺蜜。然而此番调虎离山之计，只是那个男人再次入侵的机会。在警方的逻辑里面，是那个男人为了调出女人的位置，才把这一切做成了一个局。但好在工具包上全都是她的指纹，警方也有了十足的证据。闺蜜的手术很顺利，医生把她的右腿接了回去。之前的警察去而复返，送给了女人一个监控。女人回到家之后竟然有一些愣神，她习惯性的把男士皮鞋放在门口，然后又打扫了整个房间，拆开包装将企鹅放在自己的壁龛上。女人去超市里采买，却碰见有人打招呼。她看着对面的男人面熟，却想不起在哪见过。直至她说自己是大楼的保安，女人这才想起什么。 제가 전에 신세도 졌는데 못 알아볼 뻔해서 죄송합니다. 신세는요? 제 얘긴데 뭐. 이사 가신 곳은 괜찮으세요? 네, 뭐 그럭저럭. 女人不想再继续聊下去，但保安小哥还问个不停，她只能尬笑离开。保安小哥满眼失望。 범인 잡았다는 얘기 들었어요? 네. 그 새끼 이제 더 이상 경민 씨 못 괴롭힐 거예요. 他好像十分自豪一样，女人却被这份诡异逼得转身离去。 삼천이병입니다. 女人转身看去，就发现了蔬菜粥和老式手表，一种恐惧再次升腾而起。她逃命似的离开了那里。女人故意绕了一段路，然后再返回了家里。电话突然响起，是之前的那个警察。 예, 계속 집에 계세요. 절대로 그 밖에 나가시면 안 됩니다. 그 DNA 매치가 안 돼서 김기정이도 풀려났거든요. 제가 지금 대구로 갈 테니까 그냥 무조건 집에 계세요. 김기정이 살해당했어요. 得知那个男人惨遭杀害，女人愣在那里许久都没有回过神。之前的那个男人惨死家中，警方已经包围了现场。女人乖乖地坐在床上，等待着那个警察过来保护自己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心里的恐惧始终都无法消散。她看向了一旁的桌子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多了一盒蔬菜粥。她想起了刚才的那个小哥，一种不祥的感觉冲上心头。女人转身看了眼企鹅，虽说百般不愿，但她还是打开了手机，从自己出门看起，然后快速前进。一个黑影竟然走进了家里，女人的脸色已经变得惨绿。那家伙摘掉口罩，正是超市遇见的那个保安。在女人震惊的眼神之中，那男人早就钻进了自己的床底。女人的右腿微微颤抖，一种临近死亡的恐惧弥漫。她也发现了自己的异样，可是这左脚却根本就不听使唤。